欢迎收听一道微光同志小说，作者书野，故事马上开始。看守所的走廊悠长的仿佛没有尽头，冷白色的灯光直直打在水磨石地面上，反光刺眼，将一切照得过分清晰。铁门一扇接一扇在身后关上，沉重而空洞的撞击声在走廊回荡，每一声都让周牧的心里增加一份紧张。他跟在狱警的身后，脚步小心翼翼。他以为自己做好了心理准备，可当会客室那扇门推开时，心脏还是猛地收紧。门被推开，透过一层厚厚的玻璃，魏潇坐在那里，往日的张扬仿佛被剥离得一干二净。他穿着灰色服装，眉骨和耳朵上的钉子已经取下，头发略显凌乱，下巴留着没刮干净的胡茬，整个人比记忆中瘦了一圈，唯独那双眼睛没有变，依旧凌厉如初，带着拒人千里的冷意。他抬头的瞬间看到了周牧，有一丝惊讶。怎么是你？隔着玻璃，两个人对视着。你来干什么？魏潇的声音透过玻璃上散布的小圆孔传出来，闷而冷。周牧坐好，放在腿上的两只手紧紧攥在一起，指节泛白。他看着对面这个人，忽然发现自己之前准备好的话，在这一刻都变得多余。我来看看你。来看我？是来看我笑话的吧？魏潇语气平静，却字字带风。周牧摇了摇头，不是。魏潇哼笑了一声，哼，看到我现在什么样子了，满意了吧？你可以回去了。他说完，站起身就要走。魏爷，你等等！周牧急促地喊道。魏潇脚步顿住，侧过脸，语气冰冷。这里可没有什么魏爷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那你什么意思？魏潇转过身，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看着他。不管你是魏爷还是魏潇，我已经喜欢上你了。魏潇像是听到了什么荒谬的笑话，嗤笑一声，神色是不加掩饰的不屑与荒唐。哼，你可能不信，但我真的喜欢上了你。周牧固执地重复。你等等。魏潇打断了他，眼神中透着一股残酷的清醒。你是不是还没搞清楚现在的情况？你以为你长得很出众？你以为当初我为什么偏偏选中你？他凑近通话孔一字一顿。你不过是某人的替身。替身也好，长得平庸也罢。周牧眼眶发热，声音却异常坚定。我就是跟定你了，我会在外面等你出来。魏潇原本凌厉的眼神在这一刻出现了一瞬间的失落，为了掩饰，他立刻转过身去，沉默地站在原地良久，最终什么也没说，头也不回地走出了会客室。周牧站起身，看着那道决绝的背影，眼尾渐渐泛起点点水光。沈氏集团25层办公室工位上，林阮清目不转睛地盯着沈之恒背影。沈之恒边跟下属说话，边抚摸着后脑勺。林阮清嘴角忍不住上扬，他看到沈之恒拿起手机打着字，随即林阮清手边的手机震动，收到一条短信：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在背后笑我。林阮清赶紧低下头，憋着笑回过去。沈总，冤枉，我没有。小企鹅憋笑表情。昨晚在你家电梯里，我明明扶你扶得好好的，可你偏要在那时候不安分，偷亲我。我的手不受控制了，就推了你一下，结果害你撞到了后脑勺。不过怎么说，我这都算正当防卫。电梯里有监控，你不知道吗？你是公众人物，还是小心点好。说正经的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后脑勺还疼得厉害吗？还是疼，没消肿呢。那你没事的时候记得继续冷敷。你来帮我。行，一会儿午休的时候我帮你。晚上，林阮清回到家，他从外侧的铁皮楼梯一路上到3楼，来到自己的房间。他先洗了个澡，洗完后走出来，长长吐出一口气。毛巾被随意搭在肩上，他一边擦着头发，一边下楼来到2楼厨房。他打开冰箱，拿出一罐冰冰凉的听装可乐，咔嗒一声拉开，靠在唇边，那股沁人心脾的凉意顺着口腔流入，让他舒爽地吐了一口气。啊，太爽了！他懒洋洋地走到沙发前，往后一倒，整个人陷进柔软的靠垫里。他又喝了一口可乐，并探身伸手拿起茶几上的遥控器，打开了电视。没看多久，林小河从楼下走了上来。亲，你回来啦？林小河坐到了林阮清的旁边，一起看起了电视，自然地拉起家常。昨天晚上你回来的可够晚的。昨晚公司同事聚餐，都玩得很疯，一直在闹，就晚了点。这时电视里正演到一个母亲发现儿子喜欢男同学的桥段。林阮清心里一动，趁热打铁试探道：
婶儿，您觉得两个男孩子谈恋爱奇怪吗？林小河看着屏幕，语气出奇的平静。没什么吧，他们只是彼此喜欢，没道理不让人家谈恋爱。他转过头，眼神清亮。你觉得呢？如果跟我谈恋爱的是个男人，你会支持还是会……林小河看了他一眼，笑了。在你眼里，婶儿就这么保守吗？没有，绝对没有。感觉你话里有话。林小河想了想，你上次跟我说你有在交往的人，难不成也是个男的？林阮清看话已经说到这份上了，也就承认了，郑重的点了点头。林小河停顿了一下，认真看着他。亲，那个人是不是沈之恒，你们沈总？婶儿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林阮清一脸不可置信。你怎么看出来的？直觉吧，哪有领导私下会那么不顾一切的去救自己的下属？还有你们俩在一起的时候，那种感觉有点特别。哦，这样啊。行了，你们以后也不用在我面前遮遮掩掩。婶儿的愿望很简单，只希望你幸福。只要你能幸福，我都支持你。林阮清眼眶微红。婶儿，你对我真好。小沈这孩子长得帅气，还有能力，关键是对你好，我没有理由反对。而且男大不中留，当幸福在手里的时候，就好好珍惜。林小河拍了拍林阮清的肩，林阮清点了点头。你找到幸福，我为你高兴。不过他下次再来的时候，可就是以你男朋友的身份来了。好。林阮清笑了笑，那一刻他心里悬着的那块石头终于落了地。等他回到房间，就迫不及待地给沈之恒发了视频邀请。屏幕那端，沈之恒还在书房忙碌，接通后低声应了一句：我跟我婶儿说了咱俩的事。他什么反应？他说只要我们是真心相爱，他就支持。沈之恒轻轻点头，明显松了一口气。他还问你和沈晓什么时候有空来家里吃顿饭，以我男朋友的身份，到时候若曦和明轩也会来，大家聚一聚。这周日怎么样？好，我跟他说。想你了。我也是。